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佛历7月下初一，万象晴，27到36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2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2.3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97基普，涨幅 0.1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0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上周五，老挝证券交易所整体呈现微跌态势，综合指数开盘报 1291.86 点，盘中虽有回升，但最终收于 1303.97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2.84 点，跌幅为 0.22%。全天总交易量为52万2600股，总交易额达10亿8746万6千基普。从个股交易表现来看，上周五市场分化明显，跌多涨少。在有价格变动的股票中，逆势上涨的有2只，老挝电力上涨10基普，收报2270基普；萨万尼上涨20基普，收报3070基普。遭遇下跌的股票居多，其中老挝农业跌幅最大，下跌80基普，收报1600基普。浦西开发和万象中心均下跌20基普，分别收报1350基普和1110基普。老挝石油与马哈腾也分别小幅下跌10基普和5基普，收报2390基普和385基普。外贸银行、老挝水泥、东盟租赁、中老证券以及联合发展银行上周五股价则保持平稳，未现涨跌。总体而言，上周五老挝股市交投平稳，大盘受权重股压制震荡盘整，市场整体观望情绪较为浓厚。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995万6千基普，与上一次报价持平。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2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34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280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农产品进出口监测系统正式启用。5月28日晚，总理宋塞西潘敦出席了在万象举行的农产品进出口监测系统 AgroLink 官方启用仪式。农林与环境部部长在会上表示，该系统的开发旨在落实关于建设独立自主经济及解决经济财政困难的国家议程。农林与环境部正致力于推动国内生产和扩大出口，以确保实现第5个5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农业年均增长 4.1%， 占 GDP 20.7%， 以及农产品年出口额达19亿美元的目标。为此，该部与 AIDC 公司联合开发了 AgroLink 系统。该系统不仅能确保进出口数据准确、及时，还能实现跨部门协调，有效为经营者简化出口流程，节省时间和降低成本。2. 公安部部长出席东盟俄罗斯安全会议。5月26至29日，公安部部长万通贡马尼中将赴莫斯科出席第6届东盟俄罗斯高级别安全官员协商会议及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别官员国际会议。会议聚焦多极化趋势下的国际安全、反恐、网络安全及跨国犯罪。万通贡马尼重申，老挝奉行和平、独立、友好与合作的外交政策，主张东盟与俄罗斯深化务实安全合作。他呼吁各国在无双重标准下打击恐怖主义，并表示老挝坚定支持联合国宪章及多极化体系，认同各方在平等、非歧视的基础上构建新世界秩序，共同应对各类安全挑战。3. 老挝向中国移交189名电诈嫌疑人。5月29日，公安部多部门联合万象市公安局，在琅南塔省摩丁国际口岸向中国警方正式移交了189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含3名女性。这批嫌疑人由老挝警方在近期对电诈团伙的清剿行动中抓获，分别由外籍人口管理处、出入境管理处、旅游警察处和万象市公安局抓获归案，现场缴获大量电脑和手机。这些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和非法出入境。中老双方警方代表签署了移交备忘录，
此举是落实中老警务合作中心协议的重要举措，彰显了老挝坚决打击跨国电诈的决心。4. 最高人民法院开展植树活动。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植树活动，以迎接第101个国际儿童节暨第46个老挝国家植树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排威西波里帕率领导班子及骨干员工出席。最高法院副院长昆苏万、苏塔马旺指出，此次活动旨在绿化环境，保护森林资源，并提升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场种植了花梨木、芒果、菠萝蜜、橘子等多种经济林木与果树。活动尾声，最高法院还向员工及周边居民的子女赠送了节日礼物，现场氛围欢快热烈。5. 占巴塞省巴松县150公顷蓝莓与咖啡种植项目正式启动。5月29日，SP 农业与 Agroberry 老挝公司在巴塞市举行蓝莓种植项目启动仪式。老挝国会前副主席扎伦叶保和及占巴塞省副省长平彭潘达努翁等出席。该项目位于占巴塞省巴松县惠山村，总面积150公顷，采取蓝莓与咖啡兼种模式。项目旨在引入环保创新技术，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老挝、农林、工贸等部门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符合国家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此外，公司还与占巴塞大学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为毕业生提供稳定就业，切实助力地方民生改善。6. 卫生部举办世界无烟日活动。5月30日，卫生部在马霍索医院举行世界无烟日纪念活动，主题为揭露烟草业诱导青少年尼古丁成瘾的策略。卫生部部长拜坎哈蒂亚出席。部长指出，全球每年超800万人死于吸烟，老挝年均死亡约6700人，日均18人。他特别警告称，新型电子烟正利用时尚外观和多样口味，诱骗青少年上瘾。为此，卫生部将继续严格执行控烟措施，包括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禁止烟草广告，禁止向儿童售烟及学校周边禁售烟草，全力保护青少年健康。7. 万象省嘎西县化门村排雷工作预计将于年底完成。近日，亚太地区研讨会代表团实地考察了万象省嘎西县化门村的排雷现场，跟进排雷中心对未爆炸弹药的清缴进度。现场负责人坎辛皮曼塔翁表示，该清雷项目于5月初启动，目标面积超18公顷，目前已完成 23% 的计划，共发现未爆炸弹36枚。尽管该工作得到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但仍面临交通、住宿、气候及复杂地形等困难。负责人表示，若资金能持续保障，该地块的排雷工作预计将在2026年12月前全面完工，为当地释放安全土地。8. 沙耶武里省肯陶县严查过期伪劣商品。5月26日，沙耶武里省肯陶县工贸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对肯陶农贸市场、友谊大桥国际口岸及传统庙会集市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检查过期与禁售商品，并督查明码标价。联合工作组共检查了53个商户，在其中7家发现了过期伪劣商品，涵盖化妆品、调味品及干货食品3大类，共15个品种，总价值超200万老挝基普。目前，执法人员已对涉事商家进行登记立案，并将所有查获的劣质过期商品依法没收销毁。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